据不完全统计，世界各地都有着不明生物的传闻，并且存在许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，UFO、ET、妖怪等等。今天就给大家说几个这种奇闻异事。大雄是个唯心主义者，妖怪鬼神这种东西他一向是很相信的，可胖虎和小夫却嘲笑他是乳臭未干的臭小孩。尽管哆啦 A 梦也给他科普了，古人会把无法解释的现象和经历当成是妖怪捣的鬼，可大雄依然坚信妖怪一定存在。哆啦 A 梦拿他没办法，只好拿出道具，一说俱乐部徽章和话筒。对着这个话筒说出的异世界会成为现实，带了徽章的人会持有同样的想法，就能看到那样的世界。于是大雄对着话筒说妖怪是存在的。大雄和哆啦 A 梦悄悄给胖虎和小夫也带上徽章，于是他们的世界就悄然发生了变化，可他们左看右看就是没有看到。话说这些妖怪真是躲猫猫的高手。另一边，胖虎和小夫正在空地玩得正开心呢，结果一转头，小夫就被雪女冻成了冰雕，连胖虎都没能幸免。出了一口气的大雄十分开心，可转头就和哆啦 A 梦遇见了一只超可爱的粉色动物，两人立即被萌得不要不要的。这时静香气喘吁吁的让他们帮忙抓他的小鸟，可哆啦 A 梦日常找不到道具，突然一阵神奇的小旋风把即将飞走的小鸟带了回来。大雄和哆啦 A 梦都看呆了，可静香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哆啦 A 梦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只小动物是妖怪，而因为静香没带徽章，所以看不到。它们愉快地飞在空中。大雄给小家伙取名为库克。随后大雄提议要玩捉迷藏，他带着库克躲进后山，叫哆啦 A 梦来找。可这时出现了高大的妖怪 F4，把他们包围了。哆啦 A 梦也不知道为什么遍体鳞伤地摔了下来。就在大雄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库克竟然突然发怒变身，咔咔几刀就撕碎了妖怪们的裤衩。妖怪也是要脸的，他们赶紧捂着裤裆跑掉了。哆啦 A 梦终于反应过来，这小家伙是莲友，这种妖怪能形成旋风，并用双爪战斗。古人莫名其妙被割伤时，就会认为是莲友造成的。不过库克是个讲武德的好莲友，一般情况不会出手伤人。可接下来他们发现，无论怎么飞也飞不出森林，而且他们的竹蜻蜓也突然出了故障。眼看大雄和哆啦 A 梦就要屁股开花，库克立马扇出小旋风拖住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大雄发现这里他们刚刚来过，这怕不是遇见了鬼打墙。这时出现了一只小狐妖，说他们被下了妖术，想要破除得去找大天狗，但大天狗在哪儿，小狐妖却不愿意说了，因为他想跟哆啦 A 梦过招。小狐妖误以为哆啦 A 梦是狸猫，想跟他比变身。虽然哆啦 A 梦气得脸都红了，但还是拿出了道具接龙变身胶囊。不过这胶囊只能以次接龙来变身，第一轮是要变成女孩子，哆啦 A 梦迂回了半天才勉强变出个大舅妈来。小狐妖立马吐槽，这怎么能叫女孩子呢？接下来是小狐妖变成了大象，哆啦 A 梦必须得变得比它更大才行。先是波斯菊、芒草，最后哆啦 A 梦好不容易才变出个恐龙。第三轮是要变出红色的东西，兔子、绑匪、可可茶。这次哆啦 A 梦怎么努力也接龙不到跟红沾边的东西，最后它变成了一块炸豆腐。小狐妖最喜欢吃炸豆腐了，它立马露出原形，差点把哆啦 A 梦吃掉。幸好库克及时把哆啦 A 梦拖了上去。经过比试后，小狐妖认可了哆啦 A 梦的变身能力。他告诉哆啦 A 梦，大天狗就在那座山的山顶洞窟里，不过那里是一般妖怪无法抵达的高度。但没想到库克很轻松的就用旋风把他们带到了山顶。从山洞传来大天狗威严的声音，随后这个比房子还高的大妖怪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两人吓得瑟瑟发抖。结果大天狗很温柔好客，把他们请进去喝茶了。搞笑的话，哆啦 A 梦和大雄跟人家的茶杯差不多大。大天狗表示，那些小妖怪的法术对他来说就跟过家家似的，他只要用羽翼扇团，那么轻轻一扇就能扇走妖术，还能把他们直接送出森林。不过问题是他的小扇子掉到山谷裂缝中了，他的身体太大只，根本进不去。身材小小的库克正适合做这种事，他很快就拿回了团扇。大天狗挥手一伸，笼罩着森林的迷雾就散去了，可库克却累倒了。大雄心疼地把他抱了起来。大天狗告诉他，库克只是饿了，他再对着库克一扇风，小家伙就恢复了精神。真喝西北风的。大天狗也很喜欢萌萌的库克，他问小家伙要不要留下来一起生活，跟着他每天都有喝不完的西北风。大雄起初很不舍，但没办法，这样对库克来说是最好的，而且他和哆啦 A 梦也无法一直带着徽章，
所以大雄就让库克好好跟在大天狗身边生活。虽然库克也很舍不得大雄，可离别还是到了。最后大天狗和库克把他们送出了森林。后来大雄在放风筝的时候，恍惚间好像看见了库克和小旋风。今后大雄遇见的威风，也许都是可爱的小库克吧。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与外星人的故事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竟然成为了火星人的创世主。这天，3个小家伙百无聊赖地躺在水管上，大家都肚子饿了。小夫说他能让人请他吃冰冰的甜瓜，要知道水果在霓虹的价格还挺贵的，谁会那么好心请他吃瓜呢？小夫卖了个关子，他来到圆盘先生的家，宣称自己看见 UFO 了。结果圆盘先生不仅给他切了甜瓜，还倒了冰镇果汁，兴冲冲地听他说 UFO 的事。大雄和胖虎都被他的操作惊呆了。小福煞有其事地说起他的经历，他编得很有细节。那是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，在香烟店的转角处突然出现了3道橙色的光。圆盘先生连忙拿出地图，认真做着标记。只可惜小福没能拍到照片。圆盘先生叮嘱他要随身带好相机，并且答应如果能拍到好的 UFO 照片，他会给零用钱。看小福这脸不红心不跳的，应该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。他告诉胖虎和大雄，这个圆盘先生是个 UFO 迷，只要跟圆盘先生说起 UFO， 他就会高兴的请他吃东西。而他说的那些 UFO 的事都是随口乱编的。胖虎听后跃跃欲试，想效仿一下。大雄回头看了看单纯的圆盘先生，他越想越觉得小夫的这种做法很卑鄙。这次哆啦 A 梦的思想高度就不如大雄了，他觉得小夫有这么好的事，咋不早点共享出来？他恨不得马上就去拍照给圆盘先生换零花钱。大雄说他不该拍虚假的照片糊弄人，不过哆啦 A 梦表示他能拍到真正的 UFO。大雄还以为哆啦 A 梦认识外星人，但听哆啦 A 梦的描述好像又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他思考着要拍哪里的 UFO， 最终他决定把拍摄地点定在离地球比较近的火星。可火星上哪有生物存在呢？不还是得仿造吗？哆啦 A 梦表示，正是因为不存在，所以要让火星自己做出来。想了半天，不光大雄没明白，我也没明白。哆啦 A 梦拿出科学书给大雄科普，火星上有极微量的空气和水，而且在地面长有苔藓，它就是要利用这些苔藓来让火星人的存在成为可能。用这个进化退化光线枪就可以做到。只要把进化速度仪表设定到最高速，马上就能让10亿年份的进化缩减在10天之内完成。而他们可以通过监视电视，一边观察进化进度，一边控制。于是哆啦 A 梦用微型火箭把进化枪送到了火星，火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，很快就在火星着陆了。哆啦 A 梦远程操控火箭成功着陆，接下来只要等待10天，就会有真正的 UFO 从火星上过来了。而另一边，胖虎和小夫正在用玩具飞碟伪造 UFO 的照片。火星上的苔藓已经慢慢长出类似肌肉的东西了，不过它们现在只对日光和风有反应。哆啦 A 梦打算用火箭喷出的热风让地面保持干燥，这样做虽然大部分苔藓会枯掉，但一定会有苔藓为了寻找水源四处活动，从而进化成新品种存活下来。适者生存，优胜劣汰，这些新品种就会成为火星人的始祖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差不多到了火星人出现的时机了。哆啦 A 梦他们再看监控，发现那个峡谷里已经一无所有，连之前的苔藓都不存在了。他们调转镜头，发现一个小山洞，洞口冒出了一个蘑菇头，这个蘑菇头居然会动。这些长得像蘑菇一样的就是火星人，他们的数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，靠吃霉菌生存，并且他们以群居的方式相依为命。看来火星人已经进化到原始社会了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继续进化。制作飞碟来地球了，果然再一次观察时，火星人已经有了村落，他们还学会了耕田劳作，栽培霉菌。另一边，胖虎和小夫已经带着伪造的照片去糊弄圆盘先生了。虽然圆盘先生很想相信，但他也觉得这看起来太像玩具了。他和胖虎直接当着圆盘先生的面说，下次会拍得更逼真一点。真是猪队友啊！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火星那边不但人口增加了，还开始了大规模的工程。很快他们又有了灯火通明的高科技城市。有一对火星人父子站在窗口指着地球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画面来到火星人家里，小火星人坚信地球上一定有像他们一样的生物，而且还会来攻打火星，因为他看过一本宇宙战争里就是这么写的。火星人爸爸安慰他说，那只是故事而已，整个宇宙就只有火星上有他们这种高等生物。但小火星人还是决定要制造火箭，然后去地球上探险，
10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大雄他们还没等来 UFO， 等得有些无聊。大雄提议看看电视转换下心情，正好要播放电视节目 UFO 巡逻队了。在他们离开监视器去看电视的同时，监视器显示那个小火星人已经长大了，他在市民们的万众瞩目下即将踏上飞往地球的飞船。火星人也同样好奇地球上是否有与他们一样的生物存在。飞船起飞了，而且快速驶向地球。穿过大气层后，火星人惊呆了，地球上真的有城市，还有人类文明，可这里的噪音好可怕，污染好严重。火星人在飞船中都快无法呼吸了。他碰巧来到大雄家的后院，想好好观察一下地球人。此时哆啦 A 梦他们聚精会神的在看电视呢，电视里正在播放攻打外星人的剧情。火星人吓坏了，地球人竟然这么野蛮，他连忙摇摇晃晃地飞出去。现在他只想火速回到火星，把地球的情况告诉大家。一个不小心，他撞到了圆盘先生的后脑勺。圆盘先生用手戳了戳，他认为这就是那帮小屁孩用来糊弄他的玩具。他生气的一脚踹飞了火星人的飞碟。花虎和小夫又碰巧看见了被踢飞的飞碟，小夫连忙抓拍了下来。火星人在得知地球人如此危险之后，一致认为他们居住的离地球这么近非常不安全，于是他们决定要移居到更远的星球上去。一瞬间，大批量的 UFO 都起飞了，流浪火星计划启动。哆啦 A 梦他们看见这一幕，还以为是火星人终于要来了，他俩兴冲冲地举起相机在外面蹲守，殊不知他们早已悄然与火星人擦肩而过。毫无意外的，他们等到了天黑也没等来 UFO， 再去看火星已经人去楼空，城市变成了废墟。两个人白忙了一场，非常郁闷。第二天，花虎和小夫拿着拍到的真 UFO 去给圆盘先生看，可圆盘先生却认定了这是玩具，怎么也不相信他们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相信世界上有不明生物的存在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